大家好，我是平民收藏家阿宗，热爱美丽事物与推广藏品知识。美丽的事物成就历史，也历经地球美丽的过程。您们的订阅是我下次更片的动力。这次主角为宋代瓷器。最近有一则新闻提到，中国已经开放企业可以把古董与艺术品当作资本或抵押品使用，甚至有公司用一件宋代瓷器折算成上千万元的资本。也就是说，收藏品已经不只是兴趣，而是正式进入金融资产的时代。宋瓷的历史地位。宋朝被认为是中国瓷器艺术的最高巅峰。与其他朝代不同，宋瓷不追求华丽装饰，而是强调简约、自然与内敛的美感。当时的瓷器讲究釉色的层次、器型的比例，甚至连细微的开片纹路都被视为艺术的一部分。宋瓷不只是生活器物，更代表当时文人文化的审美精神，也因此被后世公认为中国陶瓷史上的最高境界。宋瓷之于陶瓷，就像古董中的王者，是收藏市场的顶级标准。为什么宋瓷的价格会贵？主要有3个原因。第一，存世量极少。真正的宋瓷经过1000年流传，能保存至今的数量非常有限。第二，工艺难以复制。宋代的釉色与烧制技术至今仍难完全还原，每一件都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。第三，市场高度认可。国际拍卖记录与顶级收藏家的追捧，让宋瓷成为收藏市场的顶级标准。而现在更重要的一个趋势是，收藏品正在金融化，部分国家已开始允许艺术品与古董作为企业资本或银行抵押。也就是说，像宋瓷这样的顶级藏品，不只是艺术品，更被视为一种高端资产。平民版收藏经典宋瓷。一、牢房品与残件与学习标本。古窑址附近出土碎片，出土来源是否到代都有争议，或工艺较粗地方小窑，收藏价值偏学习性，不具投资性，约10至1000美金。二、入门级1000至5000美金，适合族群初阶收藏者，想接触宋瓷文化的人。常见类型：南宋龙泉青瓷小碗、小盘、地方民窑，小型残件或修复件。出土器学术价值为主，特色重点在年代真实，器况通常不完美。三、进阶收藏级5000至3万美金以上，市场主力区间。常见类型为品相良好的龙泉青瓷、小型定窑或隐青瓷，宋代地方窑精品，特色完整器型，釉色漂亮，已具收藏展示价值。以上市场现实，真正的汝窑与官窑已经是100万美元等级市场。而对一般收藏者来说，龙泉青瓷与地方窑精品才是最现实的入门选择。宋瓷款式与拍品范围。知名拍品通常要具有来源与市场认证，国际拍卖成交过，博物馆或知名收藏体系流出的作品。一、汝窑入威尔，存世量极少，约100件内，市场地位宋瓷之王。价格范围：小型器物100万至1000万美金，顶级拍卖2000万至4000万美金。二、官窑古昂威尔，皇室御用冰裂纹开片特色，价格范围一般精品50万至300万美金，顶级精品500万美金以上。三、钧窑镇威尔，紫红与蓝色窑变艺术性高，价格范围一般精品20万至100万美金，大型或特殊窑变200万至500万美金。四、定窑定威尔，白瓷代表，市场相对亲民，价格范围约3万至30万美金。以上市场重点总结，宋瓷价格差距极大。真正影响价值的3个原因：存世稀缺性、保存状态，是否有拍卖或传承记录。顶级宋瓷已进入100万到1000万美元等级市场，属于全球艺术品的核心资产。个人想法总结：以我自己平民接触的宋瓷来说，市场上大多是民国仿、做旧品，
或是地方民谣的作品，真正动辄上百万美元的珍品宋词，其实离一般收藏者非常遥远。对我来说，与其追求天价民谣，不如用自己的能力范围，慢慢学习与欣赏宋词的美。重点不是买到顶级民谣，而是在有限预算中，感受千年文化的价值。最后提醒：收集藏品、奢侈品，请符合个人经济能力，当理性的消费者。对于收藏而言，必须收得起，藏得住。此为 OpenAI 生成相关知识并加入个人想法。使用 ChatGPT 与剪映 Runway、Sora Del Leonardo 制作影片，可能图文不符或说明错误，仅供参考与学习。也欢迎留言交流。最后记得，一定要订阅，让您下次还能看到优质影片。感谢收看。